校门口蛋糕奶油，要超大一口，被你撞成实在太 low， 找一个理由，回家的路和你一起走。我的心跳就要被偷走，难过的时候就快躲到我的身后，躺在我左手，给你的爱随时空投，总是很担忧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只有你能拯救，在每个路口都跟着你走，不管飞船向左还是会向右，银河系最后只为你守候，想把你藏在左边的胸口，快来邀请我登陆你的星球，红星才有闪亮的理由，你说你会偷偷的想我，那是心里最美的烟火，想要陪你到世界尽头，笑容软只为你全部保留，一直为你勇敢的执着，因为你点燃了我的小宇宙。你准备了蛋糕？你知道吗？大地震之后，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他们都说你遇难了，但是我不信。这么久以来，我和雨生一直都在找你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让我们遇见了你。所以今天就要好好的纪念一下我们的重逢。来，许个愿吧。愿灾难远离人间，愿亲情永不分离。神灵在上，我孙小柔错爱29家人，实在是罪过罪过。今生今世，唯有姐妹情深啦。好啦，该你了。我不行了。哎呀，你快一点。好。老天有眼，让我在孤独中遇见了温暖。小柔，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。好啦，菜都要凉了，快点吃吧。小柔原谅你了。我俩也住一起了。太好了，祝贺。你是否也欠小柔一个道歉？来，我的楚露王子，小心啊！谢谢小柔。干杯！小柔，我要是个男人，我一定娶你。你做的饭太好吃了。哼，你想娶，我还不乐意嫁呢。这么晚，谁发微信啊？明儿星期天，老时间，老地点。骚扰短信。小心上当受骗啊！楚露，你明天干嘛呀？咖啡店上班。哦，你什么意思嘛？我怎么总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啊？
小柔，我买了30个游戏币，你想玩什么？我陪你啊。不是都说了，别找我，别给我发短信吗？我跟你现在都不是朋友了，那玩什么游戏啊？不想跟我当朋友，你就不会来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就给我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吧。想玩赛车，还是跳舞机？要不我给你抓娃娃？那我要那个。你要是给我抓上来了，我就考虑一下赔礼道歉的事情。好，看我的吧。你到底能不能抓上来啊？都抓了29个币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你要是再抓不上来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哎，别，只剩最后一个币了，你试试吧。我要是抓上来了呢？那就给我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。凭什么呀？我辛辛苦苦抓上来的，还要给你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？你当我是傻子啊？算了，不玩了，退了。哎，别！哎呀，最后一次，你让我再试试吧。其实，我也可以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。真的？你想提什么要求随便提，我全都满足你。我要你跟楚露约会。什么？装什么装呀？你心里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既然你们俩都在一起了，还瞒了我那么久，想必也是非常有默契了。我与其一个人在这生闷气，不如就成全你们俩。只要你们能开心幸福的在一起，我一个人受点委屈也值了。谁说我就喜欢楚露了？那你为什么那么久都不谈女朋友？不就是在等楚露吗？也别废话了，要么你就去跟楚露约会，要么就当没我这个朋友吧。我去还不行吗？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？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我陪你一起去？为什么呀？我从来没约会过，真不知道该怎么约。好吧，那我就陪你一起去吧，真麻烦。什么时候下班？我想跟你聊聊。我下班还有事，没空跟你聊。你们谁是店长？先生你好，我是这里的店长。这家店我包了，请给我和楚露一点时间。哦，好，那你们聊。你们几个跟我出去开个会。如果是因为恨我，你拒绝加入铂金乐队，你未免太傻了吧？我就算是饿死街头，也不会接受你的施舍。那个时候，我刚有点起色，事业根本就没有扎根。如果我把主唱的位置给你，第一，我没有办法帮你保驾护航，你能走多远完全看你的造化；第二，我没有办法掌控铂金乐队的未来，万一要出了什么差错，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。楚露，你是了解我的，在我的生命里面，音乐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不能拿音乐来冒险。那你现在算什么？你想用这种方式来洗脱你自己内心的负罪感吗？我现在站稳脚跟了，我有多混你看到了啊！我在音乐圈现在有地位，有话语权。如果我现在离开了铂金乐队，我一样可以保护铂金乐队，保护你。那我也有权利选择不接受你的保护了。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回来？高原。
是，我想要别人认可我，但那只是因为我自己的声音，而不是因为你。你想让我回铂金乐队，不是不可能啊。你走啊，你走了我就回去。下班时间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唉，他怎么还不来啊？嘿，哎，楚露，你终于来了，票我们已经都买好了，我们先去玩过山车吧。好啊，走吧。你们玩吧，我看着你们玩就行。为什么呀？来都来了，一起玩嘛。你该不会是害怕吧？我，哼，怎么可能？他就是害怕。没想到你堂堂男子汉，居然害怕这些。怎么了？我这么健壮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有事儿？哎，那边有旋转木马，雨生，我们去吧。谁要玩那个？小学生都嫌无聊。耶，好开心啊！小柔，开心吧？哇，好开心啊！冲啊！哇哇！耶！小柔一起加！无聊，你们玩吧。他是怕扎不中。谁说我扎不中啊？哼！我决定了，从明天开始我要相亲。相亲，那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哼，那还用说？他喜欢长得帅的呗。只要长得帅，一切缺点都可以被屏蔽掉。要不是因为楚露长得好看，我才不会那么快就原谅他呢。男人啊，不能光看脸，还要看他的性格、人品，还有他的三观。汪伦说的，现在女生出去相亲都会问有没有车子、房子，就你跟傻子一样，小心出门被骗。汪伦是谁啊？我室友。那我要拜他为师了。原来相亲还有这么多讲究啊！不过说真的，如果我去跟别人相亲的话，我连讲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像我高中的时候，就只是单纯的犯个花痴而已。还是无脑的花痴。难道你就不花痴吗？你喜欢楚露，不就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吗？哎，请问三位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地震了！地震？我不知道什么地震，我只知道我们餐厅底下有地铁。地震。我去买个东西，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。去吧。快去快回啊！楚露，刚刚失态了，没吓着你吧？
谢谢你。谢啥？谢谢你在出现危险的时候，总是首先想着保护我们。在以前，在刚才，在每时每刻。可惜没能保护米娜。其实我也想过，米娜走了，我代替她活了下来。我要怎样活着，才算是没有辜负她呢？余生，地震是自然灾害，是没有人可以预料，也没有人可以改变的。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地震的悲伤之中，那对米娜来说，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不公平。你想，我们之后的日子还很长，可如果我们把这些时间都拿去缅怀和悲伤的话，那我们不是浪费了这些时间吗？要知道，这些对那些逝者来说，是他们拼了命想要抓住，却没有得到的。余生，你成为了医生，可以救死扶伤，帮助更多像米娜一样陷入困境的人。我们都在往前走，所以我们更应该替米娜好好活着。哎呀，别这样愁眉苦脸的了，米娜看到了会不高兴的。她最喜欢阳光开朗的你了。我也喜欢这样的你。棒棒糖来了，来，一人一个。谢谢小柔。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在这里，你可以买很多楚鲁喜欢吃的水果，比如说这个荔枝、山竹，还有樱桃，楚鲁都特别喜欢吃的。哎，那边有肉哎，你不是最爱吃肉的吗？要不要拿一点？还是不要去了，楚鲁不喜欢吃肉，他喜欢吃水果。怪不得你比楚鲁胖。杨雨生，你还想不想让我教你恋爱技巧了？明明没谈过恋爱，讲起技巧倒是一套一套的，真的有用吗？没试过怎么知道有没有用呢？我觉得啊，逛超市，这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事情。两个人一起选择喜欢的食物，一起幻想未来，简直就是偶像剧里的情节。我一直都在想，如果我有男朋友了，我要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逛超市。这么喜欢逛超市，要不咱们再换一家？好啊好啊，打电话给楚露，约他出来。真的要叫楚露吗？喂，喂，楚露，晚上有空没？我请你逛超市啊。逛超市？我不去了吧？你先别气馁，我这儿呢还有好多备选方案呢，虽然都是给我未来男朋友准备的，不过可以先教你几招。
你可以带楚露去咖啡馆喝东西，或者去小酒吧，还可以一起去吃黑暗料理。黑暗料理？这口味也太重了吧！哎呀，吃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有趣而且热爱生活的人。我记一下。独立咖啡馆、小酒吧、黑暗料理，还可以带他去果园摘水果，或者可以去动物园或者海洋馆。现在的女生对小动物都没有抵抗力的。但楚露她是那种喜欢小动物的女生吗？我怎么觉得她应该是那种比较阳刚的类型。阳刚的，那你可以带她去打保龄球，或者划船、攀岩，一起打篮球，去做很多有意思的运动，把你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她。现在的女生都喜欢阳光大男孩。还是跟你在一起比较轻松。恋爱计划什么的都你定好了，完全不用担心。我未来的男朋友，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又高又帅的男生也是有择偶标准的，好吗？你呀，论形象，及格；论身材，70分；论气质和性格，就算75吧。综合评分68.3，也就刚及格而已。想要找到靠谱男友，完成恋爱备案，是路迢迢而修远兮呀。杨雨生，你要死啊你！别打！综合评分又减10分，还有暴力倾向。再说一句试试看。别打！我错了。喂，楚露约我晚饭后一起去路演。恭喜你啊，首战告捷。你来吗？我还可以弹吉他，替他伴奏。你给他伴奏，我干嘛要去啊？哎呀，你不在我好紧张。大傻子，我能陪你一辈子吗？再说了，楚露喜欢的就是你这种温暖的男生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温暖男生，体温要多高？是高过36.5度吗？傻瓜，你去问你们医学院的老师吧。上班时间给谁打电话呀？我给高原。好好工作。各位听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 99.6娱乐在线文艺电台。现在为我们现场演唱的是享誉乐坛的铂金乐队。
演唱和伴奏跟不上，切换。各位听友，此时此刻，你是否能够想起同样曲风的山羊皮乐队呢？你想让我回铂金乐队，不是不可能啊。你走啊，你走了我就回去。你每天都加班？怎么，又没人陪你一起喝酒啦？一起啊。借酒消愁，愁更愁啊。那你告诉我，怎么能化解忧愁？地震坍塌的楼房，还能恢复如初吗？曾经淌过的河流，还能倒流回来吗？这确实是一道非常深奥题啊。看你这么惨的样子，我就陪你喝一点吧。反正我现在也是假装在加班。楚洛，吉他我带来了。你真的来陪我演出，不会耽误你的功课吧？唉，怎么会？音乐带给我愉悦，我会很快就把课给补回来的。和你一起演出，真是好久违的感觉。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街头演出的话呢，至少要准备10首曲目，至少半个小时不可以重复的。哦。哦，有一点要注意啊，就算是要去人多的地方，也不可以去居民区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扰民，搞不好有一些人啊还要报警的。所以你……哎，城管来了，城管。走。这种人多的地方啊，就是会有城管的。如果我们在街头摆的话呢，他们就会说我们扰乱交通；如果我们去商场的话呢，就会说我们影响商场的秩序。总之，这种地方呢，你都要先申请场地，有一些还要先交场地费用呢。原来街头演出这么麻烦啊！是。快点快点！楚洛再次拒绝了我。当初我把主唱的位置看得太严重了，就好像一只饥饿的苍狼在守护自己的肉食。什么爱情啊！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的人。自私？你把自己的私欲形容成为梦想，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堂而皇之地抛弃出路。其实你的歌很好听，不然铂金乐队也不会走到今天。当初你放下了除路，选择了音乐，在没有分辨对错的时候，你成功了。体会了成功的喜悦之后，你才发现，你为了这份成功，背负了太多的苦果。或许，这就是成功者的原罪吧。所以，不要再纠结过去了。既然选择了音乐，就该做好它，不要辜负自己。可是，楚露还是不肯原谅我。
当初你抛下楚路，都没有考虑过这一点，现在才回过头来想，是不是有点可笑了？没想到，最懂我的人居然是你。所以，忘掉楚路吧，好好做音乐，你一定行的。都这个点儿了，楚路和雨生的约会也该步入正轨了吧？约会？快点快点！让你见笑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既然街头演出这么难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啊？其实赚多赚少我倒无所谓了，我就是想把音乐带到街头，带到这个喧嚣的城市。你这样，特别让我刮目相看。以前总觉得我很任性，对吧？任性的女扮男装，任性的从学校一走了之，说消失就消失了。这不是任性，这是一种执着。那时候在学校门口，我听到了你和你爸的对话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执着的人，执着的去追求梦想，执着的以自己的方式活着。我很敬佩你的执着。欧阳雨生，你这样子我很不习惯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问一下，就是你在街头演出的时候，别人把钱投进你的吉他盒子里，你不会害臊吗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发现，那些往我吉他盒子里面放钱的人，他们有一些是听了一小会儿就留下钱走了，还有一些呢是听了很久，然后他们会留下几十块钱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，好像不是一种怜悯，更像是一种鼓励，一种肯定。你说，如果我要是为了钱的话，我就应该写一个牌子，上面说我很久没有吃饭了，或者是写求回家路费、勤工俭学之类的。推开窗，瞭望阳光尽头的方向，在心上，微风迎面吹来，好清凉。纸飞机在飞翔，去远方，随风轻轻地飘荡。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匆忙，成长改变了原来梦的模样。我只想还能像不一样，当初稚嫩的脸庞。大站的操场，作业没写完，未来多远，夜晚难免会感到彷徨。父亲的肩膀教会我坚强，渐渐成长，他却渐渐褶皱了思想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辛酸却要自己担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从前那些遗
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心酸却要自己担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。从前那些以为简单，也慢慢变得不简单。他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心酸却要自己担。原来长